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乐频道。那如果说你是刚接触币圈的一个新手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对这个比特币是一无所知，同时想要来尝试一下比特币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我是应该使用欧易呢，还是应该使用币安？今天就简单的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希望我的分析能对你有所帮助。那本视频仅提供个人经验分享，不具备任何投资建议投资需谨慎大家一定要谨慎的来考虑。这里我们先来说结论方便你可以快速的判断。那如果说你想要深入了解币圈的各种玩法，希望能够抓住一些新的投资建议，那么币安呢，可能是更适合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说你只是想配置一点比特币作为家庭资产的一个多元化，那使用这个欧易就足够了。如果你目前呢并不打算接触比特币只是希望把这个 USDT 用来做些简单的一个活期理财，赚取一个稳定的收益，那么欧易会更适合一些。那如果说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两个平台在不同方面的一个差异，接下来呢，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对比。那么我会从一个资金的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个手续费和 APP 的一个使用体验中文客服响应，以及一个理财的收益，平台的活动的力度大概就从这几方面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一个资产的安全性呢，相信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在考虑一个极端情况，比如说平台遇到监管调查或安全进攻的时候呢，大部分还是会更倾向于把资金放在币安因为币安已经经历过美国的一个监管审查，并且完成了相关的一些法律程序。那的话，它在某种程度上呢，意味着它已经通过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压力测试。那目前币安在美国还配有一个监管方指定的一个外部审核员可以对平台的一个运营呢进行一个长期的监督。那这对于用户来说呢，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安全保障。币安在2020年一整年的一个资金流入是全球加密交易平台中最多的，也就是从侧面说明了市场对它的一个信任。不过在资产管理的透明度方面，欧易的一个冷热钱包分离机制呢，以及对冷钱包私钥的一个保护方式呢，也做得非常的到位。那这两家在安全技术层面呢，都对于行业领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手续费的一个对比。在现货交易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币安的一个现货及杠杆。那币安呢，如果用平台币抵扣手续费它的费率大概是在7.5%你用了这个 BNB 的话，欧易的一个现货它的挂单是8%，吃单呢是1/1000。所以说从现货来说呢，那这个币安它相对于交易成本呢，币安越低一些。如果说你结合合约交易的话，假设你开10倍的杠杆，那么币安的手续费呢，通常也会比欧易低那么一点点不过差异呢不大。可以看到这里呢它的一个合约的一个吃单挂单都是0.05%和0.045%。这个对于新手来说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决定因素那其实手续费它欧易和币安呢它的差距都不是很大。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00元进出一次，那么欧易的手续费呢是2元，那币安的手续费呢就是1.5元。那这个大概意思就是如果说你用1000元买一次币再卖一次的话，完整的一轮交易在这个欧易平台上呢，它会大约扣掉2元的手续费在币安的这个平台上呢，会大约扣掉1.5元的这个手续费这样子给大家讲，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那不过值得非常在这里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如果说你通过一个专属的链接来注册的话，两家平台都可以享受手续费的一个返佣可以。那大家知道每一笔交易呢，它都是有一个手续费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邀请码来注册的话，就能省下一部分的手续费。大家可以打开本视频下方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简介按钮，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币安的一个注册链接和币安的一个邀请码。那么大家在注册的时候呢，记得输入我的邀请码 TBNL8Q68。那输入我的邀请码呢，就可以享受一个20%的一个手续费优惠。
那么你注册欧易的朋友呢，你可以点击我下方的一个欧易的一个注册链接啊，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它会带你来到这个注册页面。那关于如何注册了哈，之前小鱼儿也有出过一些相关的教程啊，大家可以在这里，比如说来在我的首页搜索一个欧易注册啊，你就可以在里面找到相关的一个教程或者欧易认证。那里面都有相关的啊，币安也是有的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注册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新手朋友啊，可以去找一下相关的视频。那么你也可以打开欧易的一个注册链接啊，输入我的邀请码98137144，那么你也可以同时扫描屏幕前的二维码去进行手机进行一个注册。注册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填入邀请码98137144。那如果说你用的是我的邀请码，那欧易呢也是可以享受手续费的一个优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APP 的一个使用体验。接下来呢，我会用手机给大家展示。那首先我们来到欧易的界面，可以看一下啊，整体来说欧易它的一个用户体验它的界面布局呢更直观它的常用功能可以看呢都放在这个明显的位置比如说像这个链上充币C2C 买币可以直接点击进来。那这里呢中间的一个交易也是你直接点击交易。这儿交易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现货交易它也非常的直观，可以看到你要买入或者卖出这儿直接点买入卖出就可以了你还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个合约交易。那么它的金融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所有的比如说简单赚币、链上赚币ETH 的一个质押，这里都是一目了然包括最后的一个资产比如说这里面你想要充币、提币、划转账单这些你的资金分布在哪些账户上面，这里都是一目了然它更适合新手入门的一个用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币安。币安的话，它的功能丰富，但是上手门槛会稍微高一点比如说有的新手朋友呢，想要找到一些功能可能一开始的不太好找你想用的一些功能你可能还要来熟悉一下。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中文客服的一个支持。那我们回到欧易我们还是找到这左上角的9个点，点击进来，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会有最底下更多里面有个获取帮助。那么这里呢，你可以直接联系客服可以看到这里呢，它会有一个中文客服的支持，并且它的响应速度整体呢比整体更快一点。它特别适合一个中文用户群体。比如说这里可以随意的问一个问题它会很快它的一个响应速度也是非常快。那么欧易的客服呢，几乎是可以做到全天候在线的一个响应。我们来再看一下币安同样在这个更多在这个帮助里面找到在线客服。相对来说在这里你鼠标拉到底，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获取帮助你可以看这个对于新手朋友来说确实不太好，对于英文不好的朋友也是它直接跳出来一个英文跳出来的英文大家可能都很懵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的整体的一个响应速度呢会它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响应速度要慢一点。从这方面呢，可能它更适合新手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入金的话，我们在这里就直接可以看到上面有个欧易的，这里有个 C2C 买币。我们特别的注意这里支付方式选一下这个支付宝，它可以看到这儿是即时付款，选择一个确认。那么当我们选择支付宝的话，这里呢它会跳出来非常多的一些商家，那么欧易也会更友好一些这个 C2C 的交易商家它的一个数量多，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往下拉，从上面都是有卖这儿高达有10万的10万订单的这里有几千的它这里有从多到少这些相关的商家非常的多响应速度也快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它的一个响应速度它的一个在多少秒之内就能完成。比如说第一个可以看到是18秒10几秒有稍微长一点的1分多钟的，一般都是在几十秒之内呢就完成一个交易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币安那一个 C2C 交易。在这儿呢，如果说当你选择了一个比如说支付宝之后呢，它的整体的商家要少一些，并且呢它的一个订单呢需要等待的时长呢会更长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在右边这里支付宝的下面有选15分钟、15分钟，它的时长有的甚至30分钟会更久你可以
逐个点一个商家进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的平均放行时间差不多3分钟。那么欧易的话，它交易起来可能会更快一些。另外一个，如果说你使用的是这个币安你这里点击去买入，它这里面还只有成交了几十单的。那之前小鱼儿也交易过几次它都让我要去这个小荷包里面。那么可以看到在这里你点开一个，它里面就告诉你要使用小荷包。这个小荷包就对新手不是太友好，你需要去保存这个图片，你进到这个支付宝里面，你还要去进入到小荷包，还要它的操作步骤很繁琐很多新手朋友可能你第一次有可能会转错所以就延长了它的一个交易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从理财收益比较，如果说你关注稳定币，比如说 USDT， 那欧易的年化欧易的年化利率整体要高一些尤其是针对新手新用户理财年化的话可以达到10%，那么币安提供的呢则只有这个5%左右USDT。当然这里呢大家也需要注意这个收益的话并不是说越高越好，也要关注平台的一个风险控制能力那么2家平台的风险机制呢都算是比较稳定。当然这里的欧易的这个10%的理财呢，它是仅限新手专项长期的话那么收益呢也是会下降的。那么在这里呢友情提示，无论在哪个平台你去进行一个 C2C 交易，那最好都是要选择一个这种神盾商家选择这种认证的一些商家交易的它的一个注册时间越长的这种商家。OK， 那今天小鱼儿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欧易或者币安的话，大家可以打开我视频下方的一个注册链接和一个邀请码去进行一个注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